算法不再只是工具，而是一种不容置询、无人问责的公权力存在。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从不中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生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明天你被某个看不见的评分系统打上危险分子的标签，却没有人告诉你原因，也没人给你解释，你会怎么办？再想象一个画面，你白天刷的短视频，深夜点过的外卖，朋友圈的某次点赞，看似无关紧要，却早已被拼接成了一个名叫你的数据模型。而这个模型将被用来确定你值不值得被信任，配的哪个社会分层。它不是政府，却能决定你能不能贷款、升学、就业、租房。它没有警察，却能把你列入风险黑名单，精准打击。最关键的是，它既不提供解释，也不接受辩驳。这就是算法的黑箱操作。听起来很科幻，其实这不是未来设想，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。为了理解这种黑箱秩序的危险，我们先从《黑镜》的一部剧集说起。这个故事设定在一个蜜蜂灭绝的未来，政府引入 AI 控制的人造蜜蜂来维持生态，但某天系统被黑了。攻击者不是为了破坏系统，而是为了实现民意。他们设置了一个 Death2 标签，网友每天可以投票选出他们最讨厌的人，得票最多的人会被机械蜜蜂执行死亡判决。你以为这是游戏，其实这是一场情绪外包的公开处刑。你以为你只是发泄一下，但系统正以公众情绪为依据，用民意进行杀戮，而你也是其中一员。这一集最讽刺的不是蜂群暴走，而是我们已经变成了无责任惩罚的一部分。最终，系统不再执行规则，它就是规则本身。黑箱时代最可怕的不是它在监视你，而是它在替所有人做决定，并让每一个个体都以为那是大家的选择。你可能还没发现，我们已经悄悄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这个现实里，算法不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，它变成了一种不透明、不可质询，却广泛参与公共治理的隐形政权。它背后没有名字，却有实际效力。如果你觉得我在夸张，那我们就从现实中这几个维度逐一拆解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男生打开 App， 首页都是创业暴富、数据分析、打怪升级；女生打开 App， 则是恋爱兵法、变美秘籍、情绪管理。你搜一次存钱方法，平台就天天提醒你，你还不够努力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定向分发。你刷到的不是事件，而是平台帮你挑好的剧本。每一条推文，每一支影片，每一段内容，它不在乎真实，只在乎点击。这就像你走进一个房间，桌上有3本书，但其实有一整座图书馆被关在门外，你根本看不见。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， Facebook 的演算法被揭露助长政治极端化，平台会持续推送与你立场一致的观点，强化同温层效应，结果是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，彼此无法理解。这就是驯化。你被塑造成了一种特定的人格模型，一个会点开某类内容，沉迷某类话题，被分类却不自知的你。你以为自己只是能看见什么被安排好了，这就完了吗？不，你能不能被听见，也同样由不得你。不是不能说话，而是你说了，也没人听得见。市民陈先生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内容不温和，也不知道客不客观。但诡异的是，这文章就跟幽灵一样，仅他个人可见。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啊，为什么没有人点赞，没有人评论，也没有任何回音？因为他压根不知道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。现在的审查早就不是删除，而是冷处理。你可以说话，但只有某些话会被听见，其他的
就像真空中的自言自语。这不是禁言，这是算法给你打造的无声空间。Netflix 曾经承认，他们根据观看者的情绪资料优化封面设计，以诱导点击。短视频平台也根据停留秒数微调推荐内容。平台不只是信息容器，更是感受导演。这个我们在上一期 AI 幻象里面聊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。非裔女性 Mary Louise 有良好的租屋历史，却因为没有电商交易记录，被系统标记为不稳定用户，多次租房遭拒。所以当你订不到车，租不到房子，甚至客户找你变得犹豫，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被标记为风险偏高。你没违法，没失误，也没做错什么，但系统给了一个你看不到的分数，然后默默让你失去机会。这不是信用破产，是透明世界里的隐形惩罚。Uber、Airbnb 早就根据用户行为暗中打分，决定你值不值得信任。平台知道你看过什么，聊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它用数据画像帮你贴上一张张无声的标签。这个人不太活跃，这个人不太正能量，这个人关注了某些话题。你的每一个网络举动都将无声无息地影响你的未来动向。这不是可查询的征信，但它比征信还管用。它决定你值得多少机会，配不配被信任，而你根本毫不知情。不是判你有罪，而是让你无声出局。亚马逊曾使用 AI 自动筛选履历，结果系统根据历史资料学会偏好男性申请者，导致大量女性被降分。该计划最终悄悄终止，但受影响者从不知情。这就是现代惩罚的新形态。你没有被通知错在哪里，也没有机会解释，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被判刑，更谈何向谁申诉。你没犯法，没违规，不是不努力，不够优秀，而是被某套看不见的规则提前预测为不适任、不可靠、没资格。而这种惩罚不需要证据，也从不发通知。AI 不是中立分发器，它是新形态的过滤型权力结构。算法不再只是工具，而是一种不需投票却拥有治理效果的无人政权。你不需要被封杀，因为你根本没选上。你可能会说，可人类的制度也漏洞百出啊，法院也误判，官员也失职，难道人类管理就比 AI 更公平吗？这正是问题的关键。人类的系统确实有黑箱，但它至少预设了可责问的机制。你可以上诉，可以质问，可以找到负责的人。你能在法院质疑法官，能在社会对某项决策提出诉求，即使它不总是有效，但这套责任逻辑本身存在。而 AI 接手决策后，这层可被质问的秩序正在被悄悄撤除。我们不只是换了一套工具，而是放弃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辛苦建立的责任结构，改用一种无人应答的预测机器来定义正义与价值。这就是算法公权力的最大问题，它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我们把决策交了出去，却连同责任也一并让渡。在人类社会，我们至少保留着一个基本的伦理预设，行动者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不是哪一条法律，而是一种来自康德的伦理底线。每一个理性行动者都必须对其行为承担可普遍化的后果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判错人，但你必须接受被质问；你可以做出选择，但不能逃避责任。这就是自由意志对应责任的最基本交换条件。而现在，我们却在用一套无人应答的模型代替那个原本应该负责的人。而我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，是因为它看起来比人类还要客观、公正，不带偏见。毕竟算法没有情绪，不会偏袒，也不会贿赂，它像是数据与逻辑构成的理性机器。
但正是这种看起来没有立场的中立感，才最容易掩盖它实际参与价值排序的事实。当你默认所有算法都是客观的、无价值判断的，而事实上，算法是人设计的，其训练数据反映了既有偏见，例如性别、种族、收入偏好。推荐系统强化了易消费、快情绪、高刺激的内容。AI 筛选系统往往排斥不可量化的特质，比如创造力、情绪脉络、文化背景。也就是说，算法并不是无意识的，它在重塑价值排序，只是用一套数学语言掩盖了它的道德意图。我们谈论算法偏好与人性价值的对立时，不得不提出一个被反复忽略的问题：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存在？什么样的人又该被隐形呢？在社交媒体平台，擦边内容、夸张的表演、抽象的剧情往往获得更高流量的曝光，而不擅长包装和算法语言的往往无人问津。这在伦理上形成了人类多样性与极其偏好之间的结构冲突。平台不再容纳所有人，而是驯化所有人。你为了被推荐，不得不学会怎么像演算法希望的那样去做人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这不就是学会适应时代吗？演算法不过是新的生存环境而已。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适应，而在于你是否还能选择不被建构成那种人。如果你连做你自己都得看平台乐不乐意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只是自由还是不自由，而是你还有没有主权。你的行为与思想属于谁？你的数据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是属于平台、AI、你的国家？你点了什么？看了多久？跟谁互动？看了哪个留言？这些行为不是中性的，它们构成了你的数字人格，而平台拥有它却不需对你负责，出售它无需征求你同意，利用它极其便利。在这种情境下，我们的主体性被拆解成资料点，而资料点的主权归属于平台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人格不可被剥夺。难道只存在于宪法，而不是网络世界？这种看不见的秩序正在重新定义谁有声音，谁有机会，谁算是合格人类。下一期我们将深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 AI 会不会创造下一个文明？它将按照谁的价值观建构？我们还有参与权吗？如果你有自己的疑问、观察，或想和我一起讨论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我是齐生，我们下期见。脑子不好